这座耸立在台北市中心的宏伟建筑，是台北的知名地标。这里就是中正庙，也被称为中正纪念堂。从1980年完工到现在，人潮络绎不绝。这里是全世界蒋宝们一生必定朝圣的信仰之地，因为这个神圣的地方就是用来纪念蒋中正、台湾蒋公、世界伟人、人类的救星、财神总统、民族大统领、自由的灯塔。蒋中正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位被中正纪念堂纪念的政治人物，这还真是不可思议。在这里隐藏着你有所不知的秘密。本集的节目，我们将调查中正纪念堂背后的谜团，并且邀请专家学者来现身说法。请收看台湾新天频道。这里的气氛严肃极了，来访的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但都有着一样哀戚的心情。Okay. So, do you know the function of this building? I think it's like a museum. I don't really know exactly, yeah. Sort of. I know that it's like a pretty huge, like famous monument. What do you think that we have a giant statue of our president in the center of the city? I mean, I think America has something similar. Oh, really? Yeah, there's like the Abraham Lincoln Memorial. Although, I don't know. I think this might be bigger. It is pretty impressive. Definitely bigger than I thought. 这位改变了全世界历史的蒋中正先生，就在这里结束了他的一生。就在这里揭露了他的一句名言：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好像说了什么，又好像没说。实在玄妙。蒋宝们听到这些话如获至宝，就把它们通通刻在了墙上。往下走到中正纪念堂的1楼，在这里的常设展厅有更多蒋宝们喜欢的东西。这里陈列了许多蒋中正先生当时的生活用品。他所穿着的军服、鞋子以及袜子，他所使用的白毛巾、碗筷以及公事包。蒋中正先生也出版了许多著作，为了让日本人也见识一下世界的伟哥，特地请来了波多野结衣为他翻译。这里展示了他就任时期的报刊版面，从报纸上的内容可以看见普天同庆总统寿诞的盛况。在蒋中正生日的这一天，买书有打折，全省的国民中小学都布置了寿堂，
学校里的营养午餐，还有寿桃跟寿面可以吃。当然，还有世界唯一的凯迪拉克总统座车。这2台车子超越了其他展品，成为了最多观光客拍照的收藏品。这些人费尽心思保留他的一切，甚至细心地还原了他的办公室。参考当时的配置风格，打造出了蒋公在办公室里办公室的样子。从蜡像的还原度，到他使用的各种办公用品，他们尽可能地还原当时的细节。地球仪转到了中国的这一面，时钟也停留在了蒋先生过世时的时间。这里根本就是蒋宝们的梦幻庄园，每一个细节对他们来说都别具意义。这也太瞎了吧！为了解答我们对蒋公的诸多疑问，我们找到了深耕台湾历史的教育工作者，同时也是台湾8·2执行长的萧宇成老师。他是中华民国在行宪之后的第1任总统，他大概从第1任一路当到第5任。目前的中华民国政府在他离开之后呢，还是觉得哇，这是一个就是国家的伟人哈，应该要包养他。所以在他离世之后呢，就觉得应该要办一个你知道，就是很大的一个建筑来纪念他，所以才有了所谓的中正纪念堂这样子一个存在。中正纪念堂在转型正义的道路上有什么象征意义吗？这个空间本身的象征意义其实是蛮高的，因为在台湾在后来的整个民主化历程，有许多的重要的一个活动跟集会，像野百合运动啊等等，它都是在这个中正纪念堂发生。那以至于在后来的，就是别的政府上台之后，就把它的那个牌楼，就是在大门口你会看到大中至正原来的这个牌楼的名字改换叫做自由广场，而这个自由广场的名字也留下来，算是见证这个空间虽然原初是威权的，但它后来也见证了台湾的民主化转型。中正纪念堂在2007年的陈水扁执政时期，曾经改名为民主纪念馆。让大家拍拍手，陈总统喜滋滋拉下大红布揭碑，另一头凝视台北27年的中正纪念堂5个字，拉上大帆布整个盖住。这一刻，中正纪念堂消失了。隔年的2008年，政党轮替。马英九执政后，便立即改回中正纪念堂。马总统宣誓解决族群问题，会采共识决，采取共识决。台湾民主纪念馆确定将要走入历史。不同的政党的经营之下，它经过这么多的转变，那这个蒋公在这个中正纪念堂里面这样子被转型正义转来转去，转来转去，那你认为这个蒋公在里面算不算是一种螺旋桨？螺旋桨，我觉得用螺旋桨来称呼它的话，可能不太妥，因为转来转去，我想我们当前的转型正义还没有真的转得很成功。它顶多就像指南针这样稍微移动一下，但是要说转一圈，还没。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是。蒋介石和蒋中正有血缘关系吗？他们的 DNA 100%吻合。所以他们是兄弟，他们是同一个人。对，不，他们用了不同的名字，可是是同一个人。对，所以这是他的分身。我想你也不止星期天一个名字，对不对？蒋介石和蒋中正竟然是同一个人。任谁也没有想到，这还真是不可思议。中正纪念堂的背后，到底还隐藏了多少谜团？我们在实地考察现场之后，发现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
我们在现场实际考察的时候有发现就是上面这个蓝色跟白色中间其实有一些裂痕跟层次，这个纹理是不是在预示着40年之后国民党遇到了蓝白合的问题？40年后蓝白合能够在40年前就被预设我想应该没办法这么厉害啦，那可能只是一个巧合。在现场看的时候呢，我们从侧面45度的角度去看，会发现它这个纪念堂的外形其实有一点点像金字塔。你认为它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是否考量到让蒋公复活的可能性呢？就以蒋公到今天没有下葬这个前提而言，我想当时候是不是有一些特定的狂热分子是期许蒋公有机会复活？我不能够排除这个可能性，但是我想多数明理的人应该不做这样的规划了。蒋中正玩手机游戏的话，他会玩哪一款呢？我个人没有太涉猎手机游戏，但我想他可能会玩一些养成型的吧。大的人的还是小孩的？也许按照他的喜好的话，可能都会玩吧。刚才老师有提到，这个蒋中正先生的遗体现在是被保存在慈湖，是吗？是。当初在处理的时候他其实他的家属并没有同意把这个遗体的那个内脏挖出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的防腐时间应该是没办法超过半年。那是不是其实就是如他当初的贴身侍卫所说，他现在如果把那个棺打开的话，去看到他可能是面部不堪的呢？现阶段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科学上面的一个处理方法，可能是冷冻。那如果是不拿出就是内脏，然后用急速冷冻处理的话，的确还是能够确保它的完整性啦。但是就我理解就是蒋介石应该当时候是没有做这样子的处理。如果它盖起来在里面，它这个蒋公并不是保存的很完整的话，那这个时候的蒋公算不算是一种走中奖？走中了，走中以后的蒋公。将军，我们站在中正纪念堂的广场上，回望这一座见证了台湾历史的建筑。这块集权统治的痕迹，仿佛是一座历史的深渊。人们回到这个广场，不仅因为它是一座宏伟的建筑，更因为这里有哆啦 A 梦展可以看。现今的中正纪念堂已经成为一个丰富的展览空间。当然，对于蒋宝来说，不管改成了什么名字，他的地位仍然是不可撼动的。虽然不用左进右出，这个似庙非庙的建筑，俨然就像一座中正庙屋。今后这个微妙的地方，也将继续释放它神奇的磁力，将怀念它的铁粉聚集在一起。对不起，太难，这好折磨。就不是真的，不是让他将军，但是他没有将死，他没有将死，他没有将死，所以就我其实那没问题。因为其实的确这个拍不到。
对，是可以全景的可以，是看到你手动的，会看到你手。这边应该会是全景，然后沉默，根本没人在乎。没人在乎就 OK 了。没有，现场的男生都蛮在乎这件事。只有你，对。我刚才在一颗嘛，我们在一颗。你的50%女性观众不在乎，没有了。